姐夫，这祝淼淼要是发现7月是咱们的女儿翠翠假冒的，她会怎么样啊？她可是手握50万大军呢。知道又如何？若不是靠着父辈的余荫，他也配领兵出征啊？况且，若没有朝廷增援、皇室扶持，就凭他也配打胜仗？他算个屁！哎呀，一个被我玩弄于股掌的蠢妇罢了，就连皇帝送他的将军府，也送给了萧家。如今我得太子倚重，即便他知道真相，也只能把翠翠当亲生女儿供着。7月那个小贱人抢了咱们翠翠这么多年的幸福生活，我已让容嬷嬷毁了她，划了她的脸，送去皇庄配马奴。祝淼淼再也见不到她的亲生女儿了。将军，我现在就去宰了他们。现在杀了他们太便宜他们了，等我直接找到7月之后，再慢慢收拾这对狗男女。走。将军，怎么了？7月在哪儿？小主子自然是在屋内安睡。你可是我府中的老人，知道我手段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说，他们把小主人送去城西皇庄配马奴了，他们怎么敢？将军，皇庄有上百处，咱们该……那就一处一处踏平。走。小骚货，今天就让哥哥好好疼疼你！别打我！给你不要脸的小婊子！啊，丑八怪爷玩你是看得起你，你还敢打我？今天老子就让好好赏一赏！7月，娘来了。娘。7月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娘做的茶最好看了，7月要天天带着。7月，看，娘每年都会为你缝一件流光锦，等娘回来，就知道我的7月长成多漂亮的大姑娘了。娘，你一定要快点回来，好不好？乖，要听爹爹和兰姨娘的话，他们会替娘好好照顾你的。娘亲。7月，娘亲。娘，你刚走，爹和兰姨就领回来一个女孩，他们说那个女孩才是将军府小姐，她抢我的衣服，还抢娘你给我打的首饰，我不同意，他们就打我，他们让我睡猪觉，每天给我吃馊饭，他们还划伤了我的手和脸。是娘来晚了，娘发誓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
木兰，你带他先回别院，找军医亲自为他诊治。是。将军，你去哪儿？我原以为他们会替我照顾好七月，没成想，他们对七月所做的一切，我要让他们千倍万倍的偿还。娘特意给你打了一只钗子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好看，喜欢。试一下。真是漂亮，怎么样都好看。他带着我女儿的步摇，穿着我女儿的流光锦饰，我的孩子却在饱受凌辱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看你给七月备下的衣服，这都什么破烂货？快把你从北疆带回来的新布料给我做衣裳嘛！姐姐疯了吗？好端端为何打孩子？这下我打你愚蠢不孝！你身为将军府的大小姐，贪图享乐，骄奢淫逸，你干什么？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正因为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才要好好管教她。把这身衣裳给我脱了！我不！你干什么？我要告诉姐夫，你虐待七月。你去啊！她犯错就该罚，亲娘管教孩子天经地义。可她不是你亲生女儿。哦，你确定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？是啊，她当然是七月。那我如何管教不得？七月恶习难改，今日我就好好治一治她这个臭毛病。我的儿啊！姐姐饶命！你不过是我爹酒后生下的孽种，也配叫我姐姐？你一个萧府的奴婢，惯坏七月，今日我就连你一起打，以正家风！救了！救救我们！打死我们了！朱淼淼，你敢动我女儿！朱淼淼，你干什么？爹，他打死我跟兰姨，我不要这个毒妇做娘，你快休了他！很好，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朱淼淼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女儿是你说打就打的吗？痛不痛？姐夫，你莫要为了我们顶撞姐姐。姐姐是战场上下来的，下手重刑，情有可原。兰儿没有教育好大小姐，理应受罚。可大小姐是无辜的呀。你看看兰儿多么识大体，再看看你，哪有半点为人妻为人母的样子？我警告你，这里是萧府，不是你的什么北京大营。再敢动手打人，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。萧府，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兵一卒，哪一件不是用我朱淼淼的军功换来的？哼，你还好意思显摆？要不是皇上看在你爹的份上，能让你领兵出征，你前线50万大军在手，就是拴条狗也能躺赢了吧？桌子！我打下的江山，自然会传给我的亲生女儿。我管教她，那是为她好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看来你是不服。住手！也罢，此女朽木不可雕也，德行有亏，不堪继承家业。明日我便将将军府悉数捐出，充盈国库，赈济灾民。你疯了！你放肆！将军府是你说捐就能捐的吗？你忤逆夫君，作践女儿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休了你？你是我祝家的赘婿，这几年让你代管将军府，怎么你就忘了你自己是谁了？将军府姓萧，不姓祝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的恶毒泼辣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谁是这将军府的天！爹，你敢还手？我不过是管教女儿，夫君你为何打我呀？你这是在泄私愤！那为父今日
便要好好管教一下你这泼辣的性子。哎呀！姐姐为何下此毒手？不怕萧家绝后吗？哼，萧家早已没落，你如此在意，莫非是想为萧家留个后？姐姐何必羞辱于我？我不过是萧府奴婢，怎敢妄想？你这个毒妇！兰儿悉心照顾七月，而你一回来就兴风作浪，扰得后院鸡犬不宁。好，既然你照顾不好这个家，也管不了女儿，那我今日就娶兰儿为平妻。从今往后，她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七月也归她管教。兰儿必定不辜负姐姐姐夫的厚望。还叫姐夫呢？夫君，太好了，现在终于可以叫你娘亲了，娘亲。好一个郎情妾意！萧北辰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今日我就先杀了你这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，再把这2个不忠不孝的白眼狼送下去陪你，让你们一家3口在地府继续相亲相爱。太子殿下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不必多礼，都平身吧。七月这个小贱种，可是太子让我调包的。太子殿下，你可要为本官做主啊！这个毒妇一回来就兴风作浪，还殴打本官。臣只是在正家风，处理后宅之事。你放屁！你分明就是嫉妒我宠幸兰儿，还迁怒于女儿。太子殿下，快赐他一个藐视王法的罪名，再把他进猪笼。殿下明察。萧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祝将军一介女流之辈，闹些妇人脾气很正常。你作为一家之主，该多包容他。不是，殿下，他虐待我女儿啊！祝将军归京2日，还未面圣，又要为家事操劳，着实辛苦。将军有任何委屈，姑都替你做主。微臣家事让殿下见笑了，等微臣处理完，自当进宫面圣。将军在外浴血奋战，姑与父皇在宫中担心的夜不能寐。父皇特命姑将这东西送来，以犒赏3军。外面可还有整整80箱呢。前线将士可用不上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，太子这是故意用它羞辱我。将军莫要嫌弃，实在是西北大旱，陛下开仓赈灾，国库空虚，这些都是陛下从后宫嫔妃牙缝里省出来的。国库再紧，也不能寒了将士们的心。不过是我大药养在北京的一条看门狗，打了2场胜仗，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。这次我就让你好好看看大药到底谁当家做主。那我倒是要替祝家军谢过殿下了。来人，抬去库房。祝将军，姑爷好言相劝你几句。我朝以孝治天下，女子在家从夫，将军可莫要把后宅当成战场。不过是一些小事，将军看在姑的面子上，算了吧。这可不是小事，事关臣的女儿。祝将军，姑知道你委屈，可女儿这种事可不能乱说。7月不是好端端的在这里吗？她可不是臣的女儿。若我说她不是我的女儿，而是一个李代桃僵的冒牌货呢？祝淼淼，你为了脱罪，竟然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抛弃，你简直猪狗不如！姐姐，你恨我，冲我来便是，何必要说她是假货来寒7月的心呢？娘亲，
七月知错了，七月不该向大人告状。娘亲想要七月死，七月绝无怨言。求求娘亲别不认我这个女儿。若他为真，怕什么？祝将军构陷亲夫，遗弃亲女，按律当斩。你现在认罪，孤或许能网开一面。殿下尚未查明真相，便急着定臣的罪吗？萧大人何必构陷于你？你说他不是七月，证据何在？证据？既然殿下想要证据，那臣就给你证据。既然你们一口咬定他是七月，可敢与我赌一场？哼，赌？你拿什么赌啊？就赌我是否能够证明他是赝品。若是我输了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；若我赢，我要你们3个的命！七月那小贱人早就被我送去了皇庄，哼，你掘地3尺也找不来了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正好有太子作证，那为夫就跟你一赌。抬上来！容嬷嬷竟然死了！都看清楚了，抬走！祝淼淼，你竟然如此凶狠毒辣，连自己的陪嫁嬷嬷都肆意虐杀，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把律法威严放在眼里。殿下，这个毒妇一回来就在后医院肆意杀人，请殿下严惩啊！不过就是一个被煮的刁奴，我就是杀了你，心虚什么？你简直丧心病狂！丧心病狂？你也配说这4个字？带上来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什么都说，我什么都说。是他们亲手把那个叫七月的臭丫头交到我手里，说是给我的玩物，可以随意发现。撒谎！太子殿下，一定是祝淼淼随意找来了一群贱民攀咬我们，就是因为萧郎今天说要抬我为妻，想趁机逼死我。太子殿下，快杀了他！太子殿下，我是西城皇庄的人，我有腰牌。殿下，请你明察。奸佞小人，妄图挑拨君臣感情。殿下这么急着杀人灭口，看来是要帮萧本臣他们撑腰了。祝淼淼，孤对你一忍再忍，你却屡次挑衅，不过是仗着自己有几分军功，就敢藐视皇权？你眼里还有没有孤？还有没有天子？我祝家3代忠烈，祝家军50万好儿郎，戍守边关60载，为大药抛头颅洒热血，才能让你萧家稳坐这江山。如今你是非不分，真是让臣寒心呢。你敢威胁孤？真以为大药离不开你祝家军吗？臣并未是邀功，只是想为臣的女儿讨回一个公道。臣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怎会认不出？我的7月乖巧懂事，这个冒牌货，眉宇之间尽显奸诈之相，也不知道是谁生的野种。你胡说八道！他才不是野种，他是萧府真正的千金。你急什么？莫非她是你的女儿？不是，太子殿下，你可要为民妇做主啊！分明是祝淼淼在军营与人有染，脏了身子，所以才拿7月做文章，要大拿后斩。祝淼淼，你个贱人，你压根就不配做7月的娘！今天我定要休妻。将军府还轮不到你来做主，那就请太子殿下为臣做主。够了，祝将军，孤本不想掺和你的家事，但萧大人是国之栋梁，孤的近臣，你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此事就此作罢。作罢？臣戎马半生，为的就是保家卫国，更是为了我的7月能安稳度日。如今有人胆大包天，
在我凯旋之日痛疗幻柱，使我骨肉分离，殿下竟然让我就此作罢，那我便用军中之法除去了这个冒牌货。殿下，请你救救臣的女儿，赶紧把这个毒妇给杀了！来啊！阿南，御林军，给姑拿下这个悍妇！朱苗苗，你记清楚，你不过是皇室圈养的一条狗。姑说她是七月，她就是七月。就像姑能让你成为万人敬仰的大将军，也能让你变回一无所有的弃妇。给姑老实点，老实点儿！好一个皇室的一条狗！既然殿下不肯主持公道，那臣今日就自己为女儿讨回这笔血债。曾知道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征北大将军祝苗苗克定边患，功在社稷，特封护国侯。宣其即刻入宫觐见，钦此。护国侯接旨吧。臣领旨。既如此，那臣就进宫，请陛下圣裁。参见陛下。迎身吧。朱爱卿，你率将士们踏平北境，朕心甚慰。朕要好好嘉奖朱家军。为国尽忠是臣等本分，不敢贪图赏赐。好一个本分！若臣子皆如爱卿这般本分，我大姚何愁不兴啊！传旨，北境全军军饷增发3成。臣替朱家军谢主隆恩。真是厉害呀！是啊，好，朱家不愧是我大姚养的一条好狗，用着甚是顺手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一桩冤屈，想请陛下评理。哦，谁人敢让朕的爱卿受委屈？但说无妨，朕定会为你做主。陛下，臣征战5年，归来才知，臣的亲生女儿七月竟被奸人用假货调换，其余皇庄百般折磨，险些活活虐待而死。竟有此事，必有此理！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行此暴虐之事，他有几个脑袋？大理寺卿曹胜，下官在。朕给你3日时间，立刻彻查此事，严惩凶手，不得姑息，且一定要保证朱爱卿嫡女的安全。下官遵旨。朱爱卿，尽管放心，朕一定严惩凶手，给你将军府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臣谢过陛下，但这罪魁祸首，臣已找出，此人正是臣的夫君七月的生父，太子进士萧北辰。萧北辰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肯定是爱卿搞错了。哎呀，陛下，朕还以为爱卿的骨肉真的受到了迫害，没想到爱卿在跟朕开玩笑。朕可以向你保证，萧爱卿绝不是这种人。臣没有开玩笑，萧北辰和臣的庶妹朱香兰亲手把臣的爱女送至皇庄，百般折磨，而那个假货却在臣的腹中锦衣玉食。祝将军，姑知道你戍边辛苦，想要胜卷隆恩，可你也不用编造如此荒唐的理由吧？
太子此话是何意？这全京城谁不知道，萧大人最宠女儿，说是女儿奴也不为过。记得有次7月感染风寒，萧大人亲自在榻前守了3天3夜，不肯合眼，最后还把自己给累倒了。不止如此，萧大人每天都要早早下朝回去陪伴女儿，舐犊情深，不过如此。若是假冒的，又怎会如此宠之入骨？朱将军所说不过是一面之词，空口白牙，一番指摘，就想给朝廷重臣定罪，这岂不是儿戏？这把朝堂当成什么了？哼！翠翠是我亲生女儿，我自然宠爱。这个秘密除了太子，没人知道。所有人都只会以为我疼爱7月，看他祝淼淼能拿我怎么办？祝淼淼，纵使你认出了这是假7月，可满朝文武谁会信你呢？你们都认为我在说谎，陛下，你也这么认为？朱爱卿，你的心情朕可以理解，但这查案讲究实证，要是有证据，朕一定严惩不贷。证据？证据臣当然有。朱淼淼，少在这里信口开河，你能有什么证据？不过是打退几个蛮子，还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？难不成又要抬一具尸体，买通几个马奴来做伪证？朱淼淼，这里是奉天殿，是上朝的地方，陛下日理万机，没时间陪你胡闹，你就不要再麻烦陛下了。你是怕我给陛下添麻烦，还是怕陛下识破真相后斩了你和祝香兰？好端端你扯帘儿干什么？鬼臣，什么态度？莫非朱爱卿所说都是真的？说陛下不信，可把人叫来，当面对质。不行，臣反对。你反对？萧北辰，莫非你真做下了此等丧心病狂之事？不，绝对没有。臣是觉得兰儿和7月一介女眷，不适合进宫面圣。臣怕7月粗鄙无知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在御前失礼。7月4岁便常在坤宁宫玩耍，深受陛下和太后的喜爱。你是怕那个假货上不得台面吗？你胡说！够了，朕已有许久没有见到7月了。刘福，奴才在。你去将7月带上殿来。朱爱卿，你尽管放心，今日之事一旦查实，朕定然给你个交代。臣妇祝香兰，臣女7月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陛下，求你为臣妇做主。姐姐昨日回府之后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便对臣妇和7月一顿毒打，非说7月是冒牌货。你看这孩子脸上的伤，臣妇是7月的小姨，见不得孩子受苦啊！好孩子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怎么打成这个样子？朱爱卿，这管教孩子虽然是家事，但也得有个分寸呢。朕看这孩子眉目清秀，眉眼之间倒是有8分与萧爱卿相似。你说他不是7月，可有证据？我看他手中根本就没有证据。陛下，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。臣以为应立刻治他的罪。姐姐，若你实在不愿意认7月，这孩子妹妹可以带你照顾，只求你别再伤害他了。你还等什么？朱淼淼，若今日你拿不出证据，便是构陷忠良，休怪国案朝廷都办事，让父皇治一个藐视朝堂之罪。证据就在这里，证据就在这里。刘福，快去看看。陛下，这7月小姐的手上光滑如新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？没错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何意？
我还当他真的拿出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证据，原来不过是诈我们。幸亏刚才没有被他吓得站住。朱淼淼，七月手臂上分明完整无缺，你为了捏造证据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连这种哗众取宠的手段都用上，真是无理取闹。娘亲，你弄疼七月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从小就讨厌我，长大之后更不愿意七月与我亲近。可她是个女孩子，你这样当众折辱她，以后她怎么嫁人呢？一个小姑娘胳膊好好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莫非正如太子殿下所言，朱将军是故意来胡闹的？是啊，他到底想给大家伙看什么呢？朱淼淼，陛下日理万机，时间宝贵，岂容你在这里浪费？陛下，朱淼淼欺君罔上，无视朝纲，臣建议立刻将他革职查办。各位皇上，找谁为他什么都没有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七月的手臂上有一道圆形烫伤，那伤痕布满整个手臂。怎么办？再大点声啊，让你那短命的娘听见，没准儿会从前线回来救你呢。还以为七月手臂上的伤是在地牢里烫出来的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两个废物，被人一下就恨不得全招。朱淼淼，伤疤可算不得证据，毕竟除了你，也没几个人知道。依我看，该不会是你为了构陷萧大人，临时编造的吧？哈，老臣的胳膊上也有一处圆形的烫伤。那照朱将军如此说，莫非老臣也是你的女儿了？哎呀，朱爱卿，这并非朕不想帮你，只是这一道伤疤确实算不得什么。朕若是偏袒了，岂不是让其他爱卿心寒了吗？这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？不然，朕只能公处理了。行了，朱淼淼，百官也没时间陪你闹下去了。识相点，赶紧自己认罪，争取父皇对你宽大。本将的话还没说完，殿下便急着要给臣定罪，看来是想偏袒萧北辰了。难不成还能偏袒你这信口雌黄的骗子？朱淼淼，你别以为替朝廷打了几年仗，便可以藐视律法。若你今天拿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孤便请父皇治你欺君之罪。朱淼淼，不过是一点家事，算了吧。只要你给七爷和兰儿认个错，我就原谅你。从今往后，将军府还是你的。哎呀，真是！萧北辰，你怕不是忘了，七月手臂上的伤，乃是当年打翻太后金丝香炉所致。当时太后还赐了白鹿丸给七月疗伤，此事朝中半数人知晓。白鹿丸乃宫中秘药，13年前太后曾赠于将军府一枚。此事老臣也记得。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朕也记得太后似乎赐一枚灵药给过祝家。可姑怎么记得那一年祝老将军病重难治，萧大人特意进宫求药，太后因而赐下那枚白鹿丸，为的是挽救祝老将军的性命。对呀，臣也记得这件事。这白鹿丸乃是全天下最强的疗伤秘药，当时宫中也仅存3枚，珍贵无比。太后娘娘怎么可能因一女童淘气就随意赐下？你果然是在混淆视听。本将还不屑于撒谎。你明知道太后崩逝3年，此事从无对证，为了诬陷萧大人，竟然捏造这种弥天大谎。祝淼淼，你怎么敢欺君的？太子所言也非全无道理，此事各执一词，还是确要详查呀。陛下，好了，朱爱卿爱女心切，朕能体谅，
但朕身为一国之君，不能偏私啊。他分明记得当年7月误打误撞救了太后，才得了这赏赐，如今却故作糊涂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这是想借太子和萧北辰的手除掉我。愤怒吧，失控吧，在这殿上失态，甚至拔剑，只要你敢，孤就能以殿前失仪之罪，名正言顺夺了你的兵符，功高盖主之驾，岂能让你安稳于世？看来陛下今日是要偏袒萧北辰了。放肆！祝苗苗，你如此欺君忤逆，陛下没治你个蔑视律法之罪，已是天安浩荡。如今此事已经水落石出，你还有何不服？7月是我捧在手心里都怕化了的宝贝，却被这2个畜生如此的践踏。今日若讨要不到一个公道，我便自己讨回这个公道。什么？这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可是在面前呀！祝苗苗，你要做什么？把剑给朕放下！祝苗苗，你要造反吗？难道你想把将军府所有人都害死呀？父皇，儿臣倒有个简单法子，可以让祝将军心服口服。什么法子？滴血认亲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是不是亲生女儿，只要血相融即可。既然今天人都在这里，那便按太子的办法来吧。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玩什么花招。虽说翠翠也是他侄女，但保险起见，太子已在水中下了秘药，今天任谁的血滴进去都会相融。楚淼淼休想翻身。待2人血水相融，祝淼淼这个贱人，就算再不情愿，也得认下翠翠这个嫡女。竟然真是母女！朱淼淼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？这怎么回事？看来臣的女儿是臣与这个太监所生，倒与萧北辰没关系。哎呀，陛下饶命啊！奴才今年方才19岁，万万生不出这么大的女儿啊！可公公的血与本将的女儿相融，不仅如此，与本将的血也相融。你若不是本将女儿的生父，那便是本将的儿子了。陛下，奴才出生就在皇宫，从未立功，万万可不敢攀附上将军啊！下去吧。太子真是沉不住气，如此明目张胆行事，不是将这把柄往别人手里送吗？陛下，滴血认亲，自古以来都不准，此事做不得数，做不得数的。唉，如此一来，此事又要扑朔迷离了呀！陛下，千错万错都是臣的错，你不要怪淼淼，他做这一切都是想得到臣的关注。萧北辰，你哪来的脸？淼淼，我知道你恨我纳妾，可你不应该用七月和兰儿的名誉赌气啊！你在朝堂上这么一闹，我的名誉倒没关系，你让他们怎么做人啊？是啊，这说的有道理啊，对啊。纳妾就因为这点小事？淼淼离家日久，7月思母成疾，所以我才一时糊涂，想着亲上加亲，所以纳了淼淼的庶妹兰儿为妾，也好照顾7月。
我当以为是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原来还是妇道人家后宅争宠的那点小心思。男人3妻4妾本就寻常，更何况萧大人这么做，也不是为了自己。哼，我还以为祝将军是一个巾帼英雄，没想到心胸竟如针眼般大小。你麾下还统领了几10万大军，陛下，你能够放心吗？苗苗，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，但是我求你放过兰儿和七月，他们可是你的家人啊！是啊，姐姐既说我们换了七月，那你说真正的七月在哪儿？七月在此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从小就不喜欢我，你怕我抢你的东西，处处针对我。可我也是将门之女，朱老将军也是我的爹，要怪亲侄女的事情，我做不出来的。这能这样的？这太……其实姐姐不必处处提防妾身，妾身自知身份低贱，不敢与姐姐争抢。若姐姐是因为萧郎纳了我为妾，妾自请离府便是。兰儿，你不必如此，你从来都不比他差，是他心胸狭隘，贪恋权力，他见不得别人好，所以才故意构陷我俩。你放心，陛下是不会姑息他的。你们就这么笃定，今日我无法拆穿你们这套把戏？姐姐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这可是在御前，你还要对我们屈打成招吗？这是天子脚下，他若敢当众行凶，陛下定将他凌迟喂狗。那你敢跟我打赌吗？若七月在此，就给我乖乖去死！你少胡言乱语，七月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儿啊？是啊，祝将军，你说七月他若不在这里，他能在哪儿呢？这不是那个贱人给那小贱人打的差子吗？哼，我就说他不过入城1日，怎么可能找遍那么多黄庄救走那个贱丫头？哼！好，既然姐姐执意要赌，那妹妹便陪姐姐赌吧。若姐姐输了，又该当如何？自当任由陛下处置。陛下，七月已在门外等候多时，随时听宣。这是……哎呦！臣女萧七月参见陛下。这不可能！七月分明……诸位可看清楚，这位才是我的女儿七月。哎呦，这是机会吧？原来她才是七月。七月，萧北辰，你靠吸我的血，才一步步有了今天的地位，结果你反手就将我的女儿伤得体无完肤。七月别怕，告诉陛下和诸位大臣，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他们在我娘走后的第2天，便带回来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。他们每天给我吃馊饭喝泔水，还打我，他们还弄伤了我的脸，废了我的手。嗨，真是禽兽不如！竟然对一个无辜的少女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！难道萧大人平时的温文尔雅都是装出来的？你放屁！你，陛下明察，臣冤枉啊！压根就不是七月，是这个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小乞丐，故意扮惨，想陷害微臣。是他功高盖主，凯旋归来，视我为眼中钉，找个由头想杀夫立威啊！陛下，这一巴掌打你忘恩负义！
哎呦，这怎么能拔刀呢？今日我要让你把加诸在七月身上的痛苦一桩桩一件件全都还回来！苏淼淼，你敢在这奉天殿上动私刑，是想造反吗？父皇念你功高，与你假装佩剑入殿，可不是让你来行凶的。臣替女报仇，何罪之有？反对他，该死！今日陛下若不杀他，那臣就自己杀。苏淼淼，反了你了！稍不如意就喊打喊杀，是不是朕那天没如你的意？你要连朕都杀了不成？手握50万驻家军，朕看你连朕都不放在眼里了吧？陛下可算是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楚淼淼，朕是看在你父兄的面子上，才让你领军上阵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朕的？陛下，楚淼淼率朝廷50万大军驻扎北境，使朝廷军饷却自称驻家军，分明已有不臣之心。你说什么？当今世人皆知护国侯，却不只有陛下。街头巷尾传唱的，也都是你楚淼淼的功勋。就连军中将士也只认虎符，不认圣旨，谋反之心昭然若揭。陛下，请你赐死他！这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呀，你说就是，不过是打退了几个蛮子，就敢居功自傲，狂妄到如此地步，简直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。中兄不过是一介女流之辈啊，目光短浅，毫无格局。不过是立了几次军功，那也不过是仗着陛下的鸿福庇佑罢了。难道你认为靠你自己能够立下如此功勋？内阁首辅魏元德，我本不愿与你纠缠，但你今日一再挑衅我的底线，那好，我倒要替陛下先审审你。你要干什么？边疆战乱5年，军需物资一分未到，战士们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饿死冻死的将士达39000人，而你却盖起了5进5出的大院，比藩王的府邸还要华丽。说，哎呀！军饷哪儿去了？陛下，他血口喷人！陛下，臣听战报，北京早已无大战，本可休养生息，分明是他为一己之功，屡次主动出击，不断兴兵，这才导致边疆连年征战，各州府赋税均用于填补军费，这才导致国库空虚啊！陛下，好一个颠倒黑白！今日我就先杀了你这个贪赃枉法的狗官润润刀，替无辜枉死的将士报仇！陛下救我！住手！你若敢在金銮殿上动手，朕就立刻把你关入死牢。你放心，有朕在，他还杀不了你。没想到我朱家世代忠君报国，在陛下的眼里还不如一个奸佞。我朱家的50万儿郎的性命，在陛下这里也不过是儿戏。那好，今日臣卸甲归田。站住！你走可以，把虎符留下。你想要我的朱家军？哼！你既决定卸甲归田，留着虎符，莫非是想拥兵自重，推翻朝廷？50万驻家军是朝廷的兵马，可不是你一人的私产。这就是我朱家军守护了60年的朝廷。哼！陛下参思，这北疆匈奴异常凶悍，眼下也只是暂时罢兵。若是没有祝将军，只怕边关生变，无人能等啊！王大人多虑了，3位藩王麾下30万铁骑，现在就驻守在边关上。我大药朝堂人才济济，哪个不能领兵？难不成我大药离了他祝淼淼就要完了？可这50万驻家军只听护国侯一人调遣呢。50万大军是朝廷的兵马，自然要听从朝廷的调遣。只要有虎符在手，便可调动。若边关吃紧，孤愿领兵出征，满朝文武也定会为陛下肝脑涂地。臣愿为陛下分忧。
把兵符交出来，姑今日可对你网开一面。他们不知，我祝家军认的从来不是兵符。哎呀！祝淼淼，谁让你们祝家人从老到小都不识好歹呢？当年父皇立我为储，你爹跳出来反对，后来我向你示好，你又把我拒之门外，你必须死！报！不好了，匈奴大军再次进犯，祝家军不见踪影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这什么？报！陛下，前线藩王遣使来报，50万祝家军已经南下，目标直指京城。什么？大军不是被我都派往西北赈灾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你说这蠢材！明知他手上有50万大军，你还敢帮他女儿？不知道什么叫狗急跳墙吗？他定然已经是识破你的计谋了。父皇教训的是，可大要是我们父子的天下，怎能容一个女人得了民意？哼！幸好儿臣还有后手。哦，七月，娘一定会治好你的，让你往后的日子里过着开心幸福的生活。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娘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将军，传大夫！将军，你怎么样？将军，将军，您中毒了。何毒？将军，此药名为3日断魂散，乃皇宫秘药，无色无味，3日内必定暴毙。而且属下无能，此毒无解。宫中，儿臣在那滴血认亲的匕首上下了3日断魂散，3日后他便会毒发身亡，成为一具枯骨。3日，好，那这几日我们就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立刻让藩王率军回京救援。等到祝淼淼毒发身亡了，叛军就群龙无首。届时藩王大军一到，叛军就是隆中困兽。他祝淼淼不过是一条看门狗，现在这条狗想要主人，就该宰了吃肉。太子竟然敢下毒，末将纵使踏遍九州，也定为将军寻来解药。他们想要我的命，夺我的权，这些我都可以忍，但他们竟然敢践踏我的女儿，那我就用这3日血洗将军府，踏碎皇城高墙，为我的女儿砸出一个未来。将军，果然在境外发现了藩王的旗帜，应该是要来支援狗皇帝。哼，就凭这些虾兵蟹将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拦住我祝家军？哼，将军，他们人数不少，不可小觑。传我将令，3番途经之地整戈待旦。我们的人进不来，他们也别想进。是。
七月，现在该替你报仇了。夏兰，你看到没有？陛下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那个毒妇竟敢跟陛下叫板，结果如何？还不是被收了兵符，下了毒。姐夫英明神武，那贱人怕是已经肠穿肚烂，生不如死了吧？他今天抽了我那么多巴掌，让他中毒而死，简直太便宜他了。爹爹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你们以为我死了，你们就能坐享其成、高枕无忧了？哼！我祝淼淼就算还只剩下一口气，也会拉你们这群畜生去当垫背的。朱淼淼，你要造反吗？你要敢杀我，太子殿下和陛下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祝淼淼守护的是大药河山黎民百姓，不是这种昏聩无能的狗皇帝。皇帝不杀你，可我不会放过你。5年，七月小姐挨了你们300遍，今日将军让我还你们3000遍，你们可好好受着，千万别死得太快。什么？七月的手，你伤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七月的脸，你划的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。我的脸，我的脸，我的。将军，萧北辰，他吓死了。倒还真是便宜他了，把剩下的2个拖去黄庄做苦力。七月受过的苦，他们一样也别想少。是。将军，七月，娘亲为你报仇了。将军，斥候传来消息，近几日京城下大雨，进京的路都被雨水冲垮了，大军不得不绕城而行，恐怕还要再多用2日。2日，足够了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太子殿下加急密报，藩王军队已至苍兰郡，但前方道路被人为损毁，藩王军队被困，2日内恐难抵达京城。啊！被困？祝淼淼若是让大军绕城进京，2日也够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祝淼淼中的是断魂散，2日便该毒发，到时候正是我们收复大军的好时机。娘亲，七月已经知道了，娘中毒了，马上就要离开我了。七月，放心啊，娘不会死。但是娘希望，如果有一天娘不在了，你也可以坚强的活着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娘亲离开我，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的。七月，你不能总是依赖一个人，你该要有自己生存的能力。可我只是一个女孩子，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七月，娘11岁就跟着你祖父上战场，
亲眼看着他死在了我的面前，后来又有无数的同伴倒在战场上。七月，你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的。你从小就练习铁砂掌，四书五经倒背如流，你绝对不比这世间任何一个男子差。只是这5年，你被他们打压的，让你忘记了曾经的自己。你放心，娘就算走，也会在这之前为你铺平道路，让你未来走得顺畅。娘，好了好了，将军，九皇子来了，要见你。皇帝不是只有太子一个儿子吗？哪来的九皇子？来者不善，让我去会会。你看好七月。是。祝将军英姿不减当年啊。哦，九皇子见过我？有幸见过您的风采。哼，见过我风采的都是敌寇。九皇子何时见过？祝将军的毒还有2日便会发作，届时若无解药，神仙难救。藩王的部队比你的祝家军早一步进京，这步步都是死局。祝将军，这反你怎么造得赢？你到底是谁？今日来此，就是来威胁本将的吗？祝将军，我是来还当年救命之恩的。我的生母只是皇后的洗脚婢，因为父皇酒后一夜风流才有了我，但是这也得罪了皇后，把我和母亲关进了冷宫，从未吃饱穿暖过。外人更是不知道有我这个九皇子。唉，皇后早年极度成性，皇帝荒淫无度，我也略有耳闻。5岁那年，我娘大病，奄奄一息，我跑出冷宫，想找一个御医给她看病，却没想到冲撞了太子的生辰宴，为此太子拔了我的指甲，还要把我喂他豢养的猎狗。你是当年我救下的那个男童？快请起！他们都以为我死了，这些年我在宫中如鬼魅一般活着，直到最近我听到了祝将军您的遭遇，我就知道是我报恩的时候到了。唉，人之善恶不论氏族，没想到狗皇帝这样的人，竟能生出你这样一个宅心仁厚的孩子。祝将军，这是入京密道地图，若是大军从此密道行进，那将会快藩王一步。还有断魂散的解药，还差一味，今日我定能给他搜寻到，帮助将军解毒。这大药如在将军手中，是国之万幸，百姓之福。其实我并不想当什么皇帝，我祝家3代忠烈，父兄马革裹尸，我这辈子杀过敌寇，饮过烈酒，守过国门，已无憾。但他们敢欺辱我女儿，绝不能忍。更何况朝廷昏聩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我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，颠覆这个皇权。萧鼎臣，你可愿助我？鼎臣愿以此生辅佐祝小姐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好，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我这就去为你寻找解药。
娘。鼎臣拜见祝家小姐。月儿，过来。怎么，喜欢他？娘，女儿没有。将军，他毕竟是皇帝的种。启禀将军，我祝家军已经绕城，但是遇到艰难险阻，行军缓慢。藩王大军已经从4个城门进入，不出半日就能攻入城下，我们被围困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个狗皇帝倒还真是下了一局好棋，看来是想等我毒发之时，藩王大军围剿我留在京中的5000骑兵，然后彻底吞并我祝家军。将军，不如我们先逃出城外，与大军会合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逃？本将军的字典里就没有逃这个字。如今我步步死棋，只能放手一搏。将地图快马加鞭送至城外大军，若此密道为真，定能比藩王快一步。当初抵抗蛮夷之时，败将无一营城，是他们求我领兵，现在又觉得我功高盖主，欺辱我女儿，又给我下毒，就是为了收回我的兵权。兵权对我们祝家军来说就是个虚名。当初我们在边关和西北封时，皇帝还在宫中大办宴席，迎娶后宫佳丽，是你变卖家产，为我们筹集军费，这才让我们活下来。我祝家军此时只听将军的话。好，集合整顿5000骑兵，明日随我杀入皇宫。是，将军。报！陛下，祝苗苗回京受职时带来的5000骑兵正在皇城外正与禁军厮杀。么？陛下，听闻那祝苗苗百战不殆，若是他硬闯进来，父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藩王大军可能还有半日才能到达京城，他手中可有5000叛军。怕什么？有1万禁卫军，还敌不过他5000。算起来还有3炷香的时间，他就该毒发了。藩王的大军一到，这些叛军是笼中困兽，你们谁能抵住他3炷香？末将秦晖愿请出战。区区一个祝苗苗，一介女流，不足为惧。末将定将她擒来，将其交手献于陛下座前。好，朕现在就册封你为护国大将军，统领禁卫军，迎战祝苗苗。谢陛下，末将遵旨。所有禁军，听我号令！太子统贼，可敢出来迎战？祝苗苗犯上作乱，你这叛逆身中剧毒，还有2炷香可活，竟还敢作乱！喂，乱臣贼子，竟敢率兵犯上，看3步之内取缔首级！将军，您现在身负重伤，况且他们人多势众，口有诈，不可小觑啊！本将军就算是死，也是战死。
祝淼淼，你可知陛下为何宁愿去割让城池，也不让你在沙场上取胜呢？就因为你是低阶女流，天生就是弱者。要不是靠着你这些将士帮你，你觉得你有可能取胜吗？说得好，女人不过是本宫的胯下玩物。朱淼淼，识相点就从本宫的胯下钻过，学3声狗叫。本宫说不定心情好，给你解药，让你多活上1天半日。做梦！好，既然我只有2炷香可活，那就多杀一个拽。今日，本将军就让你们睁大狗眼看看，女人是如何杀光你们这群男人的！废物，站起来再拖一会儿，他停不了多久。藩王大军马上就到。将军，哼，他还有午息时间可活。你不能杀我！我可是太子，你还有1息时间可活，我有解药。本将军从不畏惧生死，若是到九泉，我也会率10万大军斩阎罗。将军，终于拖到他毒发了。这次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藩王大军一到，就把你们这帮反叛贼全部割肉喂狗，让你个贱种被千人骑万人睡！杀了他！时间真的来不及了吗？藩王大军到了，今日你们都得死！将军，九皇子果然是骗子。看我将长比诸计！是朱家军来了。什么？将军，将军，终于赶上了，帮我照顾七月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3炷香早过了，这女人还不死，莫非功力深厚？不可能！朱家军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？我朱家军自有法子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哼，一派胡言！朱家军昼夜兼程，也该明日到达。真当本太子蠢钝如猪？
就这几个小兵，我们是先遣军，大部队在后头呢。不可能，城内都是暗桩，从未听到线报。哼，愚不可及！就你这狗脑子，也能当太子？哼，你们真以为本太子是被吓大的？这就是几个小兵罢了，装神弄鬼。藩王大军即刻就到，禁军听令，给本太子拿下这些叛贼！祝淼淼欺君叛国，放下武器者，本宫可以赏他一个全尸。殿下，又何必急着都杀了？这几个娘们儿啊，舞刀弄枪的，倒也是细皮嫩肉，不如将他们拿下之后，先让兄弟们爽快爽快。好，本宫准了。男的就地正法，女的剥光了送入教坊司，犒赏3军。找死！藩王大军已至，我这就正面杀了他。众将听令，给我拿下这5000叛逆，杀祝淼淼人头者，赏千金，连升3级。杀！祝淼淼，跪地受死，本宫可以留你一个全尸。朱家军参见朱将军。真是朱家军！兄弟们辛苦了，起来！不可能，都是假的！报！殿下，朱家军50万人如同鬼魅，突然从城内杀出，藩王的大军如今正在城外死战。什么？说藩王大军已经守住城门，万无一失了吗？本宫要你们何有？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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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驾！放箭，给本宫把入城吊桥射下来，不要让他们攻入城门。将军，刚刚入城的吊桥被毁了，朱家大军和藩王的部队都被拦在城外。将军，先带将军去疗伤。啊，断魂散的解药秘方应该在御书府中，到底在哪儿呢？找到了。3炷香已过，那朱淼淼估计已经毒发了。估计太子殿下已经拿到了虎符，现在只等藩王大军兵临皇城，那5000叛军必定插翅难逃。报！藩王军队是否已诛灭叛逆了？藩王军队被朱家军拦在城外，正在死战。什么？陛下，事有蹊跷。藩王30万大军，明明比祝家军还快，怎么会被祝家军先一步拦截？
蜂王确实比祝家军来得快。本来想追越太子殿下，可是什么？可是刚入城内就遇到了祝家军，他们将藩王军队逼到城外，他们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荒谬！50万大军如何从天而降？你竟敢欺瞒朕！来人，拖下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或许是太祖当年驱赶蛮夷时留下的那条入京密道，可密道图一直藏在宫内，怎么会落在远至西北的祝家军手中？定是有内奸泄露给那反贼的。还有什么是朕不知道的？太子呢？太子怎么样了？那祝苗苗死了没有？探子呢？妈！太子和1万禁军被祝家军包围，正在拼死抵抗。祝苗苗死了没有？正是他亲自指挥。什么？中毒一事是假的吗？祝苗苗已经中毒倒下，太子殿下炸毁了皇城门口的吊桥，双方正在皇城前对峙。什么人？定是那偷了密道图的工人，说不定是来请死陛下的。快护驾！快点儿！陛下，是风吹动了门窗，并无可疑人士。陛下，太子当机立断，炸毁吊桥，为我们赢得了喘息的时间。祝淼淼虽死，但他麾下统领却都像他一般冥顽不灵。放心，朕自有后手。半月前太后寿宴时，我们已将百里统领的家眷尽数传召入京，并且秘密关押在昭狱当中。陛下，好计呀！这百里统领最注重骨肉亲情，他必定会乖顺归降陛下。恩人竟已死去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父王还想以无辜妇孺的命要挟祝家军将领，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再得逞了。娘，你别死！你还没有吃过七月亲手给你做的桂花糕呢，娘！你答应过七月，要带七月去看大好山河。娘，你醒过来，娘！七月可以代替娘去死。小姐，你千万保重身体，将军肯定不想看到你这样。将军，这位是游医，天下名医沈大夫，特擅长解毒。我回城路上特意将他寻来，为将军解毒。沈大夫，请安。娘，你醒了。娘，七月还以为
幸好是神医把娘给救回来了。傻孩子，多谢神医。将军不必急于言谢，此毒并未彻底解开。什么？在下只是用凤血丸暂时吊住了将军的性命，但撑不了多久。断魂散这毒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呀！啊！先帝当年遭奸臣小人下毒，你都能化解，将军这毒，你为何解不开呀？将军若死，你也活不成。田叔，休得无礼！将军这毒是被加了一味阴毒的药引，乱了药性。若要解此毒，必须拿到解药的配方，否则神仙难医呀。我还有多久时日？大概10日。10日，够了，足够我做完所有事情。九皇子不是说要替娘找解药吗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等等，入皇城的吊桥已经被太子尽数炸断，你孤身一人是进不去的。无法，毒不是那狗太子连着小北辰一起下的吗？擒了那太子狗贼，定能审出解药方子的下落。我这就带队人马求渡护城河，擒了那孙子。报！将军，太子让许多俘虏上了城墙，说是百里统领的家眷，以此让我们退兵。什么？祝家军立刻退兵30里，否则今日就是他们的死期。夫人，娘，陈银锁是我女儿。狗杂种，欺辱老弱妇孺，算什么本事？可敢与我一战？想保全家人性命，就立刻退兵。退还是不退？祝家军只奉祝将军命，绝不撤退。杂种，放开我夫人，否则确定狗头！这小娘们细皮嫩肉的，今晚就赏给弟兄们开开荤。放开我娘子！娘子，退兵，否则本宫砍了他们手脚，不进护城河。百里，不如就从你这美娇娘身上开始，如何？对不住，娘子，待我杀尽狗贼，再去黄泉路寻你。那贱人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都已经化成脓水了，你们居然还替他卖命！不要！将军，你还活着？不，这女人定是假冒的。祝淼淼那贱人早就毒发身亡了，本宫亲眼看到的。你这祸害尚且苟延残喘，本将岂敢先死一步？放箭！放箭！给我再杀他一次！在这，给我射死他！这准头连刚参军的小鬼都不如。百里，你的妻儿你不在意，那你娘呢？把祝淼淼这贱人的脑袋砍下来丢进护城河，本宫就放了你娘，如何？做梦！祝家军永不背叛祝将军。娘，砍还是不砍？对不住了，娘。此人身长5尺3寸，腰粗棒圆，
虽与百里的母亲身形相近，但毕竟高他1寸，而且没有胎记，不对，身形有异，衣服不合身，有人暗中用死囚将人质调包了。快！各位这几日且暂时在这住下，等祝家军入城，我立刻接各位与家人团聚。多谢九皇子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他日必定以命相报。不必多言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终于得救了。太子和父皇估计已把死囚当人质了，希望祝家军的将领能够认得出来。百里，高官厚禄你不要，偏要给人当狗，前途不要了，连你家人的命也不要了吗？我就数3个数，3、2。将军与我恩重如山，百里为以死相报，对不住了娘。将军，果然，这不是我娘，怎么回事？谁？是谁在本太子的眼皮底下偷梁换柱？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殿下当局者瞎，每次都看不出啊。你好，既然你们不听劝，那本殿下就把剩下这帮人全部砍了。这不是我夫人，我夫人早年受过腰伤，脊背是弯的。这也不是我女儿，我女儿比她高半个头呢。殿下，全都是准备秋后问斩的死囚。不可能！父皇把他们关进诏狱，什么人能从诏狱中解囚？让他们也逃不远，全城搜捕，3日为限。找不到的，都给我提头来见。是。祝淼淼，本宫不会输。这入皇城的吊桥都被我炸毁了，我让你们的大军也过不了这护城河。没有路，填一条路出来就是了。祝家军听令，京郊砍树运石，2日内入皇城。遵祝将军令。你给我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我。2日后，我就换了这江山。太子殿下说，这2日要严加巡查，严防人犯逃走。什么人？原来是条狗啊！走。还好当年他们欺辱我时，比我怕的狗洞还在这里，我可以从此进入皇城。陛下圣明，不战而胜，顷刻间收复50万雄兵。陛下圣明，天佑大药。这杯庆功酒，臣为陛下喝，为太子喝。臣提前庆贺太子殿下得胜而归。转卿不必拘礼，这庆功酒尚温，且等太子归来，我们君臣父子共饮。陛下英明。哎，祝淼淼轻启战端，陷民于水火，
朕为天下百姓痛心呐！是啊，是啊，真是自私自利啊！陛下，当真是爱民如子啊！臣替着全天下的百姓叩谢皇恩。那祝淼淼一意孤行，方使这天下黎民百姓遭受这无妄之灾呀！臣早就说过，兵权不可放于女流之辈，妇道人家就应该老实待在家里。那祝淼淼功高盖主，幸得太子殿下以妙计令那反贼伏诛，臣对太子殿下的才智无比钦佩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太子殿下到。好，我儿定是带来了大捷的好消息，可将祝淼淼的人头与祝家军一并收回。说话！朕不是给你把人质都准备好了？祝家军统领最重情义，此计必然万无一失。兵符呢？给朕看看。儿臣无能，诏狱中的那些女眷早就被人换成了死囚。什么？这样？而且，祝淼淼那贱人没死。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有神仙庇佑？定是有人谎报军情，给朕打毙了他！不，儿臣亲眼见到他已毒发身亡。可谁知一日后，他竟现身阵前，还识破了假人质。儿臣这才知道，人质被调了包。诏狱守备森严，朝中必有内应，必须揪出此贼！去给朕查！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装神弄鬼，朕要剥了他的皮！不是说那毒无解吗？若没有解毒方子，他必死无疑。朕记得方子藏在了御书房。御书房。走，去御书房。方子竟然真的被偷了！你不是说没有人来过吗？陛下饶命啊！报！陛下，查到混进诏狱换走人犯的人了。是九皇子。什么？竟然是他！这千算万算，竟然算漏了这个小狼崽子！搜！九皇子带一群女人，根本跑不远，给我把他揪出来！是。我，他们在抓我。别怕，齐月，娘还在等你。把解药带回去，得抓紧找到九殿下，向他打探解毒方子的下落。喂，皇城这么大，上哪儿去找九皇子和那群妇孺？这次命真没了。你转过来！听见没有？我让你转过来！那边，不用追了。这个特国瘦小，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走。楚家军那些女眷藏身之处隐秘，一时半会儿不会被发现。我得出城找到七月。娘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等七月找药回来。
伐木速度比想象中快得多，不必2日便可达成浮桥。届时弓弩掩护主力入城，直捣奉天殿，杀了古皇帝。藩王30万大军被我们阻在城外，蠢蠢欲动，似乎想要攻入内城。用不用末将带人去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？不必，上兵伐毛，攻城为下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你派人把好内城所有通道，盯紧即可。末将领命。将军，你怎么样？史大夫，快看看！风血丸只可压制毒性，不能解毒。情绪激动或动怒都会加速毒发，减弱风血丸的药效。将军千万不要耗费心力啊！既然此毒无药可解，那我多活1日少活1日有何分别？几日时间，足够我倾覆皇权，斩昏君头颅，为7月扫平障碍。7月呢？昨日之后再未见过。去找，快！等等，小姐独自一人入皇城了。将军，传令去贪官的庄子里拆卸门板木柱，加速搭建浮桥入城。今日我便杀入皇宫，斩了那狗皇帝。是。九皇子说他会在这里，可这都是一片废弃的空屋，似乎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今天掘地3尺也要把那几个妇孺找到。朱苗苗的浮桥都快搭到大门口了，本太子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？追！这就是你们让朕看的吗？朱苗苗50万大军将至，你等跪地即可求生，朕就只能因惊受死。满朝文武就无一人能为朕分忧吗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说话呀！平日高谈阔论，现在都成哑巴了。一个女人让你们怕成这样，你们是要等她杀入奉天殿，逼朕退位吗？陛下，臣有一计。说。祝淼淼最在意的便是她的女儿7月，只要捉住7月，何愁祝淼淼不降？对，准了，即刻去办。是。陛下，祝淼淼浮桥已搭起，皇城大门失守了。什么？不是说至少还有2日吗？单于骑兵昼夜兼程，也得1日1夜。这拿什么拖住他？回陛下，太子在城中发现了萧7月的痕迹。萧7月，祝淼淼的女儿，抓住了吗？启禀陛下，正在追捕。他在黄庄做苦力，不出皇城，相信很快就能抓到。加派人手，务必将这小孽种捏在手中，这才是祝淼淼的软肋。是。陛下，可祝淼淼从御道直入宫城，只需要1个时辰啊！谁能为朕阻他片刻啊？陛下，臣愿往。我朝以孝治天下，祝淼淼纵有不臣之心，亦为我大耀子民，当尊陛下为父，
他岂敢背负着千古骂名？老臣愿在翰林院诸公，父武门阻他片刻，为太子殿下争取时间。臣怒斥反贼而死，足慰平生，臣愿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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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若能解此危机，必是不世之功。朕必命史官大书特书，在凌烟阁为尔等立像，忠义之名传颂万世。臣等愿为陛下效死。哼，祝苗苗，朕有的是手段，陪你斗到底。他就在里面，受不了了。人呢？去哪儿了？或许翻墙跑了。这是那小蹄子的玉佩，必须给本宫抓到他。去周围继续搜。是。别动，他还未走远。九皇子解药你拿到了吗？哦，可惜我晚了一步。将军他，我娘还活着。什么？诸将军且留步，我等有言宣告。这狗皇帝无路可退，竟搬来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夫子。这帮人惯会以死见妖名，以为将军会吃这套。末将这就为将军开路。哎，不过是些自诩清流的酸儒，本将倒要听听他们有何高见。诸位，请讲。将军擅自调兵，兵临京师，此乃大逆不道。老臣劝将军退兵，尚有转圜余地。我率50万大军至午门，丞相却说尚有转圜余地。若易地而处，你会放过我们吗？将军此举动摇国本，就算不为江山，也当为黎民百姓着想。将军何必为一己私怨，陷50万将士于不义？请将军退兵。若将军肯退兵，老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祝家军安然无恙。陛下定为将军昭雪。我等自愿追随诸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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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魏大人说能为本将沉冤昭雪，此话可当真？君王一诺千金，言必信。太子囚禁我女儿数日，又毒害于我，这笔账何人来偿？阙姑娘，解药配好了吗？解药终于配好了，多谢九殿下，我娘终于有救了。当年将军救我性命，恩重如山，阙姑娘不必道谢。九殿下，我们赶紧去找我娘吧，给她解毒。啊。祝老将军出生草莽，承蒙先帝不弃，拔为征北将军，这才有了今日祝家。将军深得陛下厚恩，驰骋沙场，
这才有了祝家军。如今将军是要恩将仇报吗？诛杀太子不过是借口，贪恋权势才是真。将军逞一时之快，不怕天下讨伐。权势之路向来你死我活，君王无情我早已领教。我只信手中刀，不信他人诺。不过是你将军府内的小小误会，你却非咬死不放，还妄想篡夺朝堂。此等乱臣贼子，就算是谋权篡位，朝堂世家也定不会认可。我等保都向贤书，也绝不会俯首跪你称帝。哼，那我就都杀了你。萧府偷梁换柱害我女儿，太子与他们合谋毒害我，那时诸位缄默不语，这就是你们读的圣贤书吗？还是说非要本将拿刀架在你这妻儿老母的脖子上，你们才知道疼？你敢！你刀只会落在你这贱妇头上。殿下，小姐的玉佩。祝将军别来无恙，只是你的女儿，可就难说了。找死！敢动我家小主子一根汗毛，我现在就将你五马分尸！筹码在别人手里，就得学会好好说话。那小妮子看似乖巧，在床上叫起来，倒很动听。给你一个机会，交出兵符，让这些粗鄙武夫退回去。本宫可以让你的女儿成为太子妃，服侍本宫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谈条件？就在午门前对太子行凶，你弑君之路就该为君分忧。你不仁不义，陛下容不得你，天下人容不得你。皇帝纵容兵部户部贪我军饷，压我军粮，与困死我50万将士于边境，何来弑君之路？如今我50万儿郎在此，这话皇帝他敢说吗？区区50万草莽，曾敌我30万藩王精锐，优势在我。太子勿慌，你自己听听，说的是梦话还是蠢话？报！太子殿下，找到圣祺院和九皇子了，正在押送来的路上。竟能同时抓到！哼，祝淼淼，乖乖退兵，本宫可保你女儿手脚健全。你想杀我？你不死，本宫寝食难安。九皇子来了。好，把七月给我提上来，本宫要亲赏。将军，将军，娘，七月，没事吧？我已经给娘找好解药了，只需连续服用10日，毒就可以彻底解开，我就可以和娘一直在一起了。什么？竟然真的能研制出解药？不可能，这样下去全完了。小姐真勇敢。傻孩子，以后不许再瞒着娘冒险。先稳住他退兵，先保住命再说。既然将军、萧姑娘安然无恙，不如当作无事发生。本宫可以让父皇赦免将军死罪，并封将军为镇北王，执掌西北，如何？哼，赦免不逆，裂土封王。若是将军觉得还不解气，那祝香兰和萧翠翠眼下正在黄庄洗刷粪桶，本宫这就命人将2人提来，让将军亲手杀了。如何？那2人我自会处置，但我已率50万大军入皇城，岂有空手而归之理？太子心术不正，不配为储君。
皇帝昏聩无能，不配为君。这天下本就是我祝家军打下的，今日该换个姓了。谁赞成，谁反对？疯子，我等绝不认可。那就去死！百里，杀！祝家军听令，随我踏平皇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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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宫已被我军包围，你们该如何称呼将军？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杀入奉天殿！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个真合适啊！陛下万岁万万岁！朕才飞鸽传书给藩王，这么快就剿灭逆贼了。陛下妙计呀！拨乱反正，臣恭迎陛下。是啊，这祝淼淼不过是一介女流之辈，岂敢窥视江山社稷啊！是啊，太子何在？朕要细听破敌之功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哎呀，太心急了！父皇，你听我说，就算是大捷，也不可失仪。你是堂堂太子，慌慌张张，呵呵体统。那祝淼淼的人头挂上旗杆，示众了。想要我的人头？侍卫何在？护驾！护驾！别喊了，你那些少爷兵早已经双膝发软，跪地喊万岁了。不可能，他们怎么可能背叛朕？父皇，你派出去的那群清流全死光了，尸体现在还在午门外并排躺着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这一次是臣要君亡。祝将军平定西北，功在社稷。太子短视与乱臣，合谋害你，他不配太子之位。今日被其位，就与将军发落。父皇，好，欠我的，今日我血债血偿。等等，祝将军，这都是他，是他怕你功高盖主，是他觉得女人无能，分明是你绑架将军的女儿，还下毒害他。你们父子俩，到底谁才是主谋啊？太子所作所为，朕毫不知情啊，也从不认可。祝将军，朕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没有好好教育好这个孽障，朕惭愧将军，朕愧对于你。今日请你帮朕清理门户。将军，你杀了他，可就不能杀朕了。你个老的，我只是你手中的一把刀，要死也是你这老不死罪该万死。胡说，活口小儿，胡言乱语。将军切不可轻信呐！你若非朕当日立你为太子的时候，祝将军提了反对意见，也怀恨在心。就算祝将军不提，也从未想要将太子之位给我。你胡说！若非如此，你太子之位从何而来呀？那自然是我又折又抢。大皇子萧敬臣生来便是太子，你为他铺尽锦绣前程，为他拉拢世家名门。我呢，什么都没有，亦是太后嫡子，你却防我如防贼。先太子仁义慈悲，才智卓绝，胸怀天下，本可为一代明君，岂是你这等不学无术之辈可比？对呀，就是无几人可比的。看到了吗？这些老东西至今都不服我，不是将军已经兵临城下，哼，他们这些话敢说吗？
先太子萧景琛处处都比我好，只可惜他有些命。晨儿的死并非意外，是你敢挡我的路，统统都得上路！天干物燥，东宫走水，萧景琛和他那几个孽种走得很安详。你孽种，狼心狗肺！朕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卫青，你快点去杀了他！儿臣这些手段也都是跟你学的，要死也是你罪该死，我先杀了你！你这个孽子！住手！殿下岂敢弑君，这成何体统啊！快放开陛下呀！快放开陛下！放开陛下呀！放开陛下呀！成何体统啊！这30年前玄武门外，你不也是靠弑兄杀父才登基的吗？不是不向白目啊！孽子，住口！父皇怕什么？是怕我说你20年前割让西北9城16州求和，匈奴的儿皇帝，还是怕我说你15年前御驾亲征，葬送10万大军？放肆！朕就算割城，朕也是天子。你才是大药最大的叛贼！朕是天子，受命于天，就算是错也是对的。你为臣为子，忤逆君命，大逆不道！来人，快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拖下去杖毙！这江山都要易主了，还有谁能听你的？朕是皇帝，朕还没有退位。哼！你们都是反了，你们都反了！小老八，你这昏君，在位30余年，战乱四起，匈奴犯边，水旱连年，国库空虚，你只会增加赋税，让百姓流落街头。百姓苦一苦怎么了啊？他们都是我大药的百姓，我大药如果亡了，他们都会死。朕也是从大局考虑，朕也是为了天下黎民。我呸！一餐可抵一户百姓300年收入，还说是为了百姓，就是个趴在百姓身上吸血的蛀虫！将军，请把这个不忠不义的昏君斩了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杀了他，然后呢？公是太子，然后自然是本宫即位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放心。祝家军护驾有功，朕会论功行赏。你当皇帝，本将做什么？祝将军挥兵入京，杀入这金銮殿，是来陪你过家家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那将军是干什么来了？天子轻信奸臣，荒淫无道，鱼肉百姓，割地求和。祝将军应万民之请，入朝堂清君侧。将军斩逆臣，肃朝堂，陛下羞愧退位，太子即位，封将军为镇北王，共理天下。至此，海晏和亲。将军觉得如何？这江山不是你我分赃的筹码，要么我来做，要么我来回。太子这话着实有趣。难道太子是故意拖延时间，等到藩王军到？况且，就算太子立即上位，那江山至少还是我们萧家的，朕还能做太上皇，安享天年。将军，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被人卖了还乐呵？哼！哎，你家这萧老八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？啊！老头被我气傻了。笑吧，等会儿有你们哭的。既然将军已经同意，那咱们且慢。既然这皇帝昏聩暴虐，该如何处置呢？
这臣父还以为太子真的会出之阵呢。父皇毕竟在位30余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但是陛下身居95，代天牧民，却上不尊天法祖，下不以御万民，却为在其位不谋其政，理应推出午门外，让这天下百姓都看看，凌迟处死。逆子，你说什么？本宫说的不对吗？主将军都杀到眼前了，难道陛下忍心看着天下烽烟再起吗？请陛下为天下苍生赴死！好一个为了天下苍生！你，陛下放心，你死之后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不过你获罪于民，这皇陵你是进不去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儿臣会为你收敛骸骨，好生安葬。你在下面尽管放心，我会为你治理好，大要天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拖走行刑吧。将军可还满意？你杀了他之后，可就不能杀我们了。啊，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，你们父子2个这出好戏是相当的精彩。可本将何时说过会饶了你的性命？朕就算要死，也要先杀了你这个孽种！逆子，人心高飞，朕就杀了你！这可是在奉天殿上，天子与太子如同街头乞丐般如此，这可成何体统啊！这简直像2头没吃饭的畜生，难看之极呀！哎呀，这！让你偷来！让你偷来！让你偷来！你个小贱蹄子，还嚷嚷！给我进去！你个小贱蹄子，给我老实待着！呸！哎呦，这干嘛呢？走。一切都该到此为止，伤害我女儿的人都得死！杀死你！跟朕斗，你还嫩了点儿！都怪你这个小贱人，本宫拉你一起死！找死！铁砂掌，好！到现在还敢碰我女儿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！女儿，你吃了3年的苦，这混蛋就是罪魁祸首。娘教你一个道理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必百倍偿还！朱苗苗，你个贱人，毒妇！父皇，你我父子同心，救救我！哎，快看看这高高在上的皇帝，现在像不像条死狗啊？先收拾这个小的，那个老东西，回头再找他算账。女儿，该你了。娘，我怕。别怕，
你要学会坚强，要直面自己的恐惧，战胜它。姐，我错了，我认罪当马奴。不，我可以给你当狗，好不好？你不配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含豆。我在下面等着你。那我就再杀你一次！娘，我手刃了仇人，以后我可以保护娘了。女儿，你长大了。别怕，没事了。太子已被你斩杀，往后再也没有人伤害你了。将军，这次您可以放心了，小姐日后有人照顾了。九皇子是个好孩子，若我体内断魂散真的无药可解，把七月交给他，我也能放心。哎，将军，听说大药有一种酷刑叫点天灯，要不咱让这狗皇帝试试啊？糟糕，这老狐狸刚才是在装晕，竟然让他趁乱逃跑了。将军，我父皇心思歹毒，现在还勾结了藩王，如果让他跑了，空省事端呢。末将这就将他抓来。慢着，已经晚了。你们这群狗东西！恳请将军继承大统。恳请将军继承大统。天子以权势二字为道，便可斩天下9分侠义之气。征他时，都说是为苍生，为社稷，到手后却发现，不过是食天下人之肉，以为一人之私。3年前，我挂帅出征，皇帝、太子、朝堂诸公，还有我的家人们，都出城10里相送。那时，我胸中满是家国天下，我以为君臣同心，便可让大药永远昌盛，屹立东土之巅，受八方来朝。我以为我守住大药边疆，保护100万边境百姓免受匈奴所扰，忽悠他们的子女不受胡敌欺辱。我以为这样便能让我的女儿在和平与爱的环绕下长大。可惜我低估了人心至爱。萧北辰惦记我的军功，祝香兰、萧翠翠贪图我的家产，太子着急排除异己，皇帝担心我拥兵自重。他们每个人都在逼我，都是迫害我无辜女儿残暴的凶手。我要的不过是一个太平盛世，人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大药，别人给不了我的，我便自己握在手里。都起来吧！若你们愿归顺于我，往日的旧账一笔勾销，原职留用，俸禄加3成，我给你们的定会比萧家只多不少。若不愿归顺，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报！刚有密报，藩王60万大军从外墙隐匿进入，在荆州四处放火。什么？不是30万吗？没想到这藩王野心还不小，故意谎报人数，只怕也想来分一杯羹。陛下，如今祝家军满打满算50万，要对抗藩王60万大军，本就吃力。况且藩王胆敢出兵，应该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硬拼恐怕伤亡惨重。怕什么？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当年匈奴的蛮子没有把我们打败，北蛮人的铁骑也没有把我们打败。区区一个藩王，何惧之有？百里木兰，末将在，随我前去迎战。是。娘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你还未喝解药，方才动了肝火，毒素又反涌了。这时候您绝不能上战场。陛下，末将爷领命，定将藩王叛军斩尽杀绝，护我皇城。传朕军令，杨天佑，末将在。你率5万祝家军，即刻前往城西城南，帮助百姓灭火，务必守好每一位百姓。末将领命。陈关山，末将在。你率20万大军从东门出发，切断藩王叛军后路，断其粮草。是。百里，末将在。你率20万大军从北门直接迎敌。百里领命。只是陛下，若是这样，我皇城只余5万兵马，若是他们有一支小分队侵入皇城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后路。你们只需记住，我们祝家军的使命是守百姓，而不是守皇位。末将领命。娘，前方的战报怎么还没传来？报！藩王大军分3股趁虚而入，左城门已沦陷。什么？陛下，皇城内如今无兵把守，您不如先行撤离，待大军回笼，再卷土重来。娘，慌什么？10年前，我率领3万部队抵抗10万大军，军队伤亡不过100。我打下的大要江山，岂是几个手下败将就能撼动的？木兰，末将在，带领城内的兵守住东西2门。是。陛下，臣也愿上战场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虽是那狗皇帝的儿子，但你和他截然不同。好，你就随木兰一同前去。是。走。你没机会了，朱淼淼，朕来取你的项上人头了！哼，你个逆贼，根本不知道朕的臣子有多忠心，还想招降他们，没想到吧？是朕的爱卿打开的大门！你们弃主求荣，娘，你就不应该心慈手软，还许他们恩惠。我呸！你个逆贼！我等忠心耿耿，就你那点贿赂，还是去拿着贿赂地狱小鬼吧！这就是我们读书人的本分。这点小恩小惠，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乱敌的筹码罢了。朱淼淼，几万祝家军被朕耍得团团转，只有几万兵力被牵制住了。藩王大军马上就到了，你如果现在自尽的话，朕能赏你们一个全尸。哼！你引狼入室，藩王手握兵权，你以为他会甘心做你手中的刀？引狼入室也比落在你这逆贼手中强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只要能夺回皇位，朕可以付出一切代价。况且藩王是朕的亲弟弟，跟朕是一条心的。可笑！
有什么可笑的？我笑你蠢笨如猪，最是无情帝王家，你连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都可以不管，你又凭什么觉得藩王会顾念和你的兄弟之情？住口！你现在身上没有一兵一卒，只要将你扒皮抽筋，吊在城门口上暴晒3日，让这天下人都看看你这逆贼的下场！真是愚不可及，到现在了，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朕会不知道你们的这些把戏？朕是故意将你引进来的，为的就是将你们一网打尽，还我大药一个朗朗乾坤！什么？哼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给朕杀！区区几个杂碎，也敢说是精锐？娘，我可以保护你了。一群废物，给朕上！拿下那几人人头的，上万户好！哼，不堪一击。你这个逆贼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特意放你进来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和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少。就算给你10次机会也没用。将军，不，陛下，是我眼盲心瞎，听信谗言，才敢动您的歪主意。求您看在大药自民的份上，饶我一条狗命。我可以把传国玉玺给你，从此后我身居深宫，绝不会干涉朝政。你刚刚还不是说要将本将剥皮抽筋吗？是我该死，是我嘴贱，是我该死。皇上，你就把我当成个屁放了吧。从此以后，我对你做牛做马，从此再不敢对你不敬啊！哼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只是为了我们祝家3代感到悲哀。我们祝家的人打了一辈子的仗，守了一辈子的国门，结果却是为了一个恬不知耻、贪生怕死的昏君。我是昏君，我恬不知耻，求你放了我！下面就杀了你！娘亲小心！娘亲小心！没想到吧？这10岁就开始习武，你现在废了一臂，你是插翅难逃。这今日必将你们毒蛇肉泥！就算只剩下一臂，对付你也足够了。藩王大军马上就到，你们都得死！属下救驾来迟。藩王来了！藩王来了！怎么是你？带上来。你以为我看不出你们谎报人数是为了调虎离山？你们用的这个兵法是朕当年研究出来的。你这狗贼，皇上早就知道你谎报藩王大军的人数，出征前故意这么说。其实我们大军一直未离开，现在正由百里统领与藩王部队缠斗，50万祝家军对战30万，弹指可灭。天亡我也！天亡我也呀！从你囚禁算计我女儿开始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。陛下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马上滚得远远的，远离京城，只求饶我一条贱命吧。你觉得朕会信吗？
是他逼我的。呸！你这个贪生怕死的无胆鼠辈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好，那我就留你们一个全尸。不要！饶命！你把他杀了，就不能再杀我了吧？娘，你受伤了。无碍，小伤罢了。今日一战，斩逆贼，斩藩王，护百姓。此功非朕一人之功，而是所有祝家军之功，天下百姓之功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这就是站在权力之巅，俯视众生的感觉吗？受万民朝拜，掌生杀予夺，一念之间，便可决定他人的命运。司礼监准备好了吗？开始新帝登基仪式。且慢！继承大统，需遵从法统和祖宗礼法。祝将军保家卫国，功在千秋，可毕竟得位不正。老臣恳求将军三思，将皇位让于九皇子。太祖即位时，怎无人讲礼法？若没有将军，这京城早就被那藩王踏平，改弦更张。到那时，你也要同那藩王讲法统吗？将军出身草莽，若强行登基，恐怕引天下人不满，届时四方藩镇借机生事，挑起战端，实非万民之福啊！是啊，对呀，说的有道理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身份低微，母亲只是先皇的洗脚婢，没有资格继承这皇位。不管怎么说，殿下身体里流的都是先帝的血，于理于法，这里没有人能比你更有资格。这个位置九五至尊，生杀予夺，天下人趋之若鹜，我也不例外。这皇位你当真要继承？萧鼎臣，别忘了你当初饱受虐待时是谁救了你的性命？祝将军的救命之恩，鼎臣永不敢忘。但杨太师所言有理，祖宗礼法断不可破，否则我朝再无立场，以礼治国。受命于天，气寿永昌。今日朕便即位为帝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既然你已即位称帝，那敢问陛下如何处置我这个反贼？木兰将军，切勿一错再错。将军行事皆有苦衷，陛下宽厚仁德，必不会追究前朝之事，对不对，陛下？朕不会追究。如此说来，我倒要感谢你。朱将军，就算你功勋卓著，也不可对陛下这样说话。你这是……祝将军，朕要与你做一场交易。说。我要以这天下为聘，换取您的千金。什么？怎么会如此啊？不会吧？对呀，这是何意啊？你当真舍得？
将军心怀天下，有勇有谋，德才兼备，才是真正适合做皇帝的人。而我此生只要七月一人。求殿下。好，以后你若是敢欺负七月，朕扒了你的皮。谢陛下成全。哎呀，你说这现在合乎礼法了吧？哼。从今日起，大药旧弊尽数革除，苛政不复存在。敢害民者，朕斩；敢乱政者，朕诛。朕在此立誓，必用一生护着江山稳固，大药盛世太平。从今日起，绵延百代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